车臣与俄正规军最近的互动呢，真是频繁啊。最近几天一连发生了2起冲突事件，造成数十人伤亡。难道说车臣也要效仿瓦格纳了吗？接下来跟大兵一起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在8月11号，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在马里乌波尔乌尔祖夫村区域，当地的俄军和车臣部队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事后，俄罗斯任命该市的市长顾问彼得·安德留先科向外宣称，车臣的部队是先抵达乌尔祖夫村后，才与当地的俄军爆发冲突的。一开始，双方士兵只是发生了口角争执，之后呢，演发成相互撕扯彼此的肩带，最终演变成激烈的枪战。在这场小规模内战中呢，俄正规军战死4人，车臣部队战死2人，战损比达到惊人的2-1。不得不说，俄军这战斗力啊，不论是在前线还是在内战中都不行啊。紧接着到了8月12号，也不知道是不是知道了这次事件，在扎波罗热米哈伊利夫卡区域，车臣部队和来自北奥塞梯的俄军士兵再次爆发了近30分钟的内战。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在前2天呢，俄国宣传人员在抵达临时占领的米哈伊利夫卡后，打算拍摄一篇新闻报道车臣精锐特种部队的一名指挥官在占领该地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该部队呢是卡德罗夫立下的一支私人武装力量，但是在12号20点左右，在该村的中央公园附近，该部队却与俄军的另一支来自达吉斯坦的少数民族部队发生了争执。期间有一名士兵用自动步枪向空中开火，随即演变成了肢体冲突。在打斗中，一名参与者身上多处被刺伤，打斗迅速升级为激烈交火。2支部队分别使用榴弹发射器、手榴弹和自动步枪展开巷战，最终由俄军部队赢得了胜利。事后经过统计，共有20多名俄军士兵死亡，40多人受伤，车臣部队伤亡数据不详。有意思的是，这起事件的惩治结果却是车臣部队的指挥官被派往前线作为惩罚，而有关俄军部队的惩罚并未公布。好家伙，双标是吧？另外，在更早的6月份，在梅利托波尔区域，车臣部队也曾经与俄联邦军事司令部、宪兵、联邦安全局和其他执法机构发生了枪战冲突。讲到这里，可能有观众要疑惑了，车臣和俄军不是友军吗？怎么会内战的如此频繁呢？关于这一点啊，究其原因，在于2方的恩怨早就埋下。首先，有关于车臣和俄军内战的原因，大兵查出了以下几点。第一，俄军呢曾经让车臣断后。在去年哈尔科夫大溃败发生之后呢，对于这次俄军溃败，卡德罗夫第一时间就通过社交平台向外发布了一份11分钟的语音，里面言辞犀利地指出了俄军在某些战略战术上存在着严重错误，并且批评了俄军的表现，毫不留情地表示，之后俄军相关的战略要是再不进行改变，必要时将去找普京好好谈谈。而这番言论之所以会如此情绪化，原因是在于有相关媒体报道，在乌军追击的过程中，车臣曾派出一支部队对前线的俄军进行支援，但俄军在撤退时却没有通知车臣部队，变相的让车臣部队为俄军殿后，结果自然是伤亡惨重。对此，车臣部队自然是心怀不满。第二，不给予车臣支持。首先呢，不同于乌克兰军队，所有的乌克兰武装力量，包括西方雇佣兵，都属于乌克兰国防部管辖。虽然俄军在战场上的武装力量有多股，但直属国防部管辖的只有俄正规军和乌东民兵，其他的瓦格纳雇佣军、车臣部队等武装力量其实都不归属国防部管辖。再加上历史遗留问题，因此对于车臣部队，俄国防部一直都极为提防。比如说，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车臣部队呢只是有轻武器的，不允许重型装备，比如装甲车、坦克之类的。当然，这也算是情有可原。但是在战争爆发之后，车臣在前线却依然没能得到全力支持。卡德罗夫就曾经说过，在去年5月份攻打马里乌波尔，在攻坚的时候，车臣部队需要5辆坦克，结果磨蹭了2天，俄国防部却只派了1辆坦克过来，并且还必须由俄军坦克兵驾驶，车臣士兵不允许操作。还有一次呢，是在马里乌波尔，车臣部队需要调拨30门重炮作为火力支援时，卡德罗夫曾亲自打电话到俄国防部，结果用了20多天，这些火炮才到达，而且还要求打完了马上送回来。基于这种做法，
车臣和俄正规军能在战场上一致对外，生死与共，那就是见了鬼了。第三，车臣部队的角色。目前呢，前线战场上车臣部队早就不是攻坚的主力了，这是因为在俄乌开战初期，车臣部队在参与过马里乌波尔战役时伤亡太过惨重。卡特罗夫一看这战损，第一时间开启了打酱油模式，再也不向前冲了，而是充当着督战队的角色，严惩私自撤退的俄正规军及乌东民兵。对此，俄军方高层呢也乐意让车臣部队这样干。一方面呢，是因为历史导致的，车臣人对俄军特别照顾，对于俄军逃兵是没有仁慈一说，完全不用担心车臣部队会上班摸鱼。另一方面呢，则是如果让车臣部队去乌克兰战场冲锋，那就必须给他们重武器，养寇自重的道理，俄方高层也明白，这就导致了在前线战场的俄军大小武装力量对车臣部队都有着很大的意见。毕竟自古以来没有士兵会喜欢督战队。第四，历史遗留问题。首先，在苏联解体后，车臣是第一个想站出来独立的国家。虽然说当时受苏联解体的影响，整个北高加索地区呢都有一种想要独立的气氛，几个共和国如印古什、北奥塞梯等都想要脱离俄罗斯联邦，但只有车臣的独立情绪最高，对此俄罗斯自然心生不满。在1991年11月，杜达耶夫发表独立宣言后，俄罗斯甚至直接不承认该宣言。到了1994年12月，叶利钦更是下令进攻车臣，开启了第一次车臣战争。虽然说最终以俄罗斯战败而告终，但在战争期间却对车臣造成了很大破坏。根据俄罗斯的数据显示，有超过 1.7 万名车臣士兵阵亡。紧接着没过几年，1999年8月26号，在普京又下令发动了第二次车臣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俄罗斯赢得并且控制了车臣的大部分地区，期间车臣部队又有约 1.5 万人阵亡，这对于车臣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目前呢，虽然车臣人口已经恢复到了约140万，但人口的比例却非常不均衡，长期处于男少女多的人口分布形势，这都是2次车臣战争导致的。在长年累月的战争消耗中，车臣的青壮年反抗队伍被消耗殆尽了。不仅如此，在车臣战争之后，俄罗斯为了防止车臣方面再出现之前的情况，还在车臣驻扎了大批的武装力量，以防备车臣反抗力量的卷土重来。期间还有很多俄罗斯人被鼓励移民到车臣。截止至今，车臣境内的俄罗斯人规模已经达到了10余万人，占车臣总人口的1/10左右了。在这样的政治军事手段压迫和渗透下，车臣人民不可能没有怨言。争抢战功，这一点呢就很好理解了。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正规军呢一直都很不待见车臣和瓦格纳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在前线的表现太好了，几乎所有重大突破都是他们打下来的，这样反而显得俄正规军没有点用。同时呢，没有取得突破，自然也没有战功，无法被提拔。共情瓦格纳，有关于这一点呢，车臣应该是意识到了自己与瓦格纳的身份类似，在看到了现今瓦格纳的处境之后呢，不仅有点唇亡齿寒的感觉。或许也正是因为以上这些原因，才导致近期车臣和俄军频频爆发冲突。那么如果一直这样发展下去，车臣会不会成为第二个瓦格纳呢？有关于这一点啊，大兵认为是有可能的，因为就算是放在现今，车臣也并未放弃对独立的渴望。就比如说在8月11号，也就是冲突当天，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在现身之后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期间他抨击了欧洲和乌克兰在车臣争取独立时的不支持态度，并且表示车臣仍然渴望独立，会为此奋斗不息。这里可能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车臣一直要求独立呢？这应该是多种原因造成的。首先，车臣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在苏联时期，车臣的自然资源被俄罗斯控制，并且车臣的经济发展受到了限制。独立后，车臣可以自主经营这些资源，从而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其次，车臣在苏联时期其文化和历史遭到了破坏，车臣人民被剥夺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独立后，车臣可以自主发展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从而恢复自己的自尊心。最后，车臣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要知道，就算在现今，很大程度上车臣依然被俄罗斯控制，就连领导人卡德罗夫都是在俄总统普京的支持下才上台的，车臣人民根本没有足够的发言权。独立后，车臣可以通过民主选举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获得更多的政治自主权。
不过车臣想独立的难度实在太大了，原因在于它对俄罗斯来说太重要了。第一，在经济价值方面，由于车臣位于俄罗斯西南的大高加索山区，地形主要以山地为主，气候为温带大陆性气候，加上山地阻隔，降水量大且纬度较低，使其气候温暖，适宜农业的发展，广泛种植小麦、玉米等等农作物。此外，由于车臣地区草原比较广阔，还非常适合畜牧业的发展。在车臣，畜牧业属于主要产业，主要养殖牛羊，以自然放养为主，所生产的畜牧产品主要供应俄罗斯及其他地区，极大充实了俄罗斯的畜产品市场。此外，车臣境内还存在着大量的石油、天然气、锰、锌等自然资源，其中石油和天然气是车臣最主要的资源，其工业呢主要是以石油加工为主。地下敷设有格罗尼兹到新罗西斯克、格罗尼兹到巴库、格罗尼兹到卡扎夫油田的重要输油管道，对俄罗斯来说非常重要。第二，重要的战略价值。作为一个总面积约 1.7 万平方公里的俄联邦主体，车臣主要是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地处大高加索山脉北侧，山脉的南侧是邻国格鲁吉亚，其北部与斯塔罗波尔边疆区接壤。东西两侧隔开了几个名字复杂的自治共和国后，分别是里海和黑海。从地图上呢，就能感受到车臣的四通八达，其不仅是背靠着高加索山脉的门户，还是沟通里海和黑海之间的重要陆上交通走廊。此外呢，俄罗斯与南高加索地区3个共和国之间的公路和铁路干线几乎都在车臣境内，因此车臣一直是连接外高加索的生命线支撑，可谓是俄罗斯西南门户的交通枢纽，更是俄罗斯南下的战略支点。如果没有车臣这个高加索制高点的呼应，那么俄罗斯想要在高加索就会非常困难，因此俄罗斯不可能让车臣独立。总结来说呢，车臣与俄正规军的矛盾一直很大，这些都是种种原因造成的。只不过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车臣说不定就会变成下次兵变的主角，到时候白俄将再添一员猛将。好家伙，这样一看，难道说苏联正统在白俄吗？那么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内留言讨论。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也欢迎各位指正。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